切5转会自动升档哦。前麦花臣，后面是一个多扭力梁啊，sorry啊，一直要讲个多连杆。那 Chery 的车最便宜就是这辆了。如果你们看到这个影片啊，对这辆 Turbo 或者是 HEV 啊，任何的 Chery 车款有兴趣的话，不妨可以联系我，带你们去试车买车没有折扣啊。OK， 好，那它是 Chery 最便宜的一台车，现在啊88千而已，它给到你这样的动力，其实是蛮划算的，我觉得。可是你讲很好价，这辆车还不会给到你很惊艳到你，它是一个普普通通，可是配置又给它不错的车哦。它的车头实际是蛮好看的，稍微 ，sorry 啊，稍微只屁股没有这么好看啊，因为它屁股比较偏短。它的降档啊，需要在3000转以下的时候啊，才能3档降2档。很保护的一个变速箱。我能够在后面听到它的那个触风声 ，exhaust。推头没有很严重，因为它的引擎没有很大颗嘛，才1.5而已嘛。可是就是它的悬挂来到这边，我明显感觉到偏软了。哇 ，I'm behind you, bro. 比起旧款的 X50，虽然没有叫过新款的，这辆车是一出来就打旧款的 X50，动力肯定赢过 X50啊，因为它的反应快过 X50嘛。可是哦，如果你讲到它的车身的操控哦，X50是比较有优势一点的。舒适性是这辆车啦，我觉得这辆车舒适性挺不错了。OK 啦，城市驾很好驾，灵敏。可是它的操控就它没有给我太大的信心。虽然这辆车有18寸轮圈，它在这个弯就比较没有这么灵敏了，这个很明显感觉得出来。我觉得方向盘需要再摆动2下，这样子过弯它才会可以听话这样子。
对了，这个车就让我感觉到我叫的那种 SUV 那种感觉了，就轮胎那种很厚啊，胎壁就是好像你在踩这个本轮这样过弯了。我觉得轮胎呀 ，SUV 通常是这样的哦，没有办法解决的，除非你换大轮圈，然后轮胎薄一点，就这样。嘿，这个是我的优势啦，我挂减速带不用怕。2档起步。哎呀，查岗没有力哦，是吗？是不是我有优势嘞？还是我价钱贵他2倍？推，踩油就推，扭力大。这样车哦，要4000转才来那个最高扭力的感觉的哦，有点像 NA 车哦。啊，按到语音控制添。椅背腰部啊的支撑性不错啊，的椅子。它动力是 OK 的，我只是想要讲，就是它的变速箱，它不是让你运动化来用，应该不是太运动化，所以
呀，给一些人喜欢激烈驾驶的话呢，这台车就没有那么出色啦。GS3还好跑一点，可是它没有手动模式而已嘛。GS3的动力也不错，其实我的 Intercooler， 可是卖不动了那辆车。我的手上还出了一台，刚刚。但是如果仪表可玩性仪表啊，有彩色荧幕啊，这个会胜过 GS3啊，包括它的荧幕都轻过 GS3。而款式的话 ，GS3 的外表是挺飒的。我会拿 line 啊，这个 yes， 擔咗個嘢，擔住個煙上山，單手揸山路，型唔型啊？真係型啊！哇，有車在被拍照。哇 ，Mazda 3，OK， 我放手自动模式就好，自动模式让它自己去吧。哎呀，你前轮你打滑就限制我动力啦。吓到人了。爽啊！我是指那个刚过完那个森林爽啦。Alright， 哎。Tigo Cross Petrol 就到这边，下一季啊，我们试驾 HEV。虽然 HEV 我能够想象它的动力啊不会太出色，因为毕竟哦它还是电脑是需要充电的嘛。当你的引擎要给动力要充电的情况下，那它的加速能力就没有这么出色了哈。如果你们看过我之前驾的 Harver H6 上山，你就懂了，在山路的时候，即使要 Turbo 都好啦，它都会比较没有这么出色。在山路上面，可是，在城市里面驾那些是很 OK 的，没有问题的。如果你说可玩性啊，有换挡的感觉，驾 Petrol 是的确不错的。HEV 就省油咯，在城市里面驾更加的适合了，尤其是像这台车，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你可以在城市里面上下班啊，灵活性啊，然后又有足够的空间啊，最重要是达到省油的目的啦。所以 HEV 是你最佳的选择了。Alright， Chery Tiggo Cross 终于啊在我手上 review 过来了，下一期带你们试驾一下 HEV 有什么不一样。这一个18寸挺好看的，可是在 HEV 上面却是降级了17寸，为了省油嘛。如果给我，肯定我会换这个啦，买 HEV。换这个，希望你们也喜欢。如果你们有朋友想要买 Chery 的话呢，杰酷啊，也可以把我的影片 share 给他看，也把他介绍给我，也可以。我带他去试车，程度就不一样了。好了，这个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的影片再见，拜拜。